北京本地的男生为什么他不太想找外地的女生呢？其实主要有以下几点哈，是外地女生没有办法卷得过北京姑娘的。第一点哈，从小在北京长大的男孩女孩家境都不会特别的差，虽然也有些许的差异，但是谁家祖祖辈辈啊没几套房产呢？就北京的房价大家都懂的嘛啊！而且现在的90后啊，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了，这些房产到最后都是他们自己一个人的。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结婚之后，两家的资产一组合，那还了得呀！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哈，北京本地人跟本地人结婚呢，那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这笔账啊，谁都是会算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北京本地姑娘啊，她往往没有那么物质，因为她啥都有啊，她又不缺，所以她不会在物质上有过高的要求和索取。谈恋爱就是认真谈恋爱，相对来说呢，单纯很多，没有那么多的算计和鬼心眼儿。什么房产加名过户这些事情哈，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你愿意给他花点钱呢，他也乐意啊，而且人家还会给你反馈。还有啊，北京姑娘出嫁根本就没有什么要彩礼这种陋习，所以结婚就是结婚，不是什么买卖啊。第三点呢，就是北京姑娘的性格呢，其实是跟北京男孩的性格是非常契合的。他们从小就在这座城市里面长大的，对周围的环境呢很熟悉，也了解，甚至呢一些成长经历都很相似。他们在一块儿就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所以这个恋爱就会谈得更有内容，更有激情嘛。第四点呢，就是逢年过节呀，大家都是在北京过挺好的，不用跑到外地去过年了啊，去走亲戚什么的。北京人最怕的就是自己家里成了驻京办哈，今儿来个亲戚啊，明儿来个亲戚，招待不周啊，还让别人不高兴。所以很多的北京男生啊，他是不太愿意找个外地姑娘的。那些总想在北京扎根的姑娘啊，要么你就靠你自己好好的努力留在北京，要么你如果想通过婚姻留在北京，那我觉得可能真的只能靠运气了，真的。都说当下的男人清醒了啊，那人家是怎么清醒的呢？当女人们还在利用那句毒鸡汤，幻想着男人能大把给自己花钱来表达爱意的时候，而男人们却已经清醒了。纵观现实社会，还有几个男人愿意做那个大冤种呢？就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女孩呢长得很漂亮啊，体制内工作，在北京1个月挣1万多，家境呢比较一般。她跟一位优质男士相亲成功了，两人呢接触了1个月左右。这个姑娘啊，昨天跟我来诉苦啊，说男士本来说好了他们两个一起去西藏自驾游，结果呢机票都订好了啊，男士最后突然一下就不跟他联系了，行程也取消了。但是看男士的朋友圈呢，男士好像跟别人去了西藏。女孩被弄得莫名其妙啊，就过来问我说这个男的是不是在跟别的女人接触，太渣了，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于是呢，今天我就跟这个男士通了一个电话，结果呢，被搞得一头雾水的女孩啊，完全不知道原来这样的结局就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她不但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还怀疑这个男人的人品有问题。人家认识他1个月了，可是连手都没碰过他，非常非常的有礼节啊，对他非常尊重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孩到底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原来啊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男士约她出去吃饭呢，都让她选饭店，结果她每次挑选的饭店都是消费在3000元以上的地方，一顿饭啊要吃掉别人1个月的工资了。这个月正好还遇到一个节日，男士就问他要什么礼物，他选了一个17万的包包，男士呢也给他买了啊。这一次去西藏的行程呢，会路过无人区啊，有几个地方需要住宿的，于是男士就让他来挑几个酒店。这个姑娘啊，真正没头没脑啊，她订了好几个酒店啊，都是1晚上7、8千的。这一回啊，真正是惹恼了那位男士啊，立马就取消了他的机票和行程，也不再联系他了。男士跟我说，首先他自己的工作1个月就挣1万，能有这样的消费水平吗？怎么到我这儿，我的钱就不是钱了呢？就这么挥霍吗？这个钱不是我花不起，而是我不值得为这样的女人去花的。一个不疼惜自己钱的女人啊，也不可能是一个好妻子，也不可能是一个爱自己的女人的。另外好几次啊，这个男士都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跟别人聊天，甚至背着她跟别人去约会，这一点啊，他很接受不了。虽然说他们两个还没有确定关系，但是啊，已经在紧密的接触了，那这个已经是在确定关系的路上了。为什么这个女生就不能专一一点呢？最后他还说了一点啊，其实啊，这个还蛮重要的。他说，其实这一次去西藏啊，订酒店这个事情啊，女孩并没有拒绝啊，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也就是说呢，默许了会发生那件事情。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虽然愿意，但是对这个女孩呢，他却有些失望了。
他最后说啊，现在完全不想考虑结婚的事情，说这几年啊遇到了好多女孩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总是呢想造他的钱，而不是真正的懂得怎么样对待生活。他说现在的女人真的根本不值得娶。虽然他这句话说的太绝对了啊，但是纵观当下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啊确实还很多，有多少女孩还走在这条路上呢？不过说实话啊，我也要说句公道话，好女孩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你没有遇到啊。如果还没有对象的话啊，来找我领一个好吗？如果你的闺蜜总跟你说你男朋友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最近有个姑娘跟我说啊，这件事啊让她特别困惑。她有2个闺蜜啊，都是单身。大学的时候呢，她们仨就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啊，大家都27、8岁了，家里边也催得比较急。现在呢，只有她啊谈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只不过呢，她这个男朋友可能在经济条件上真的是不太好，在北京没有房子啊，有辆20万左右的代步车，他们俩租房子住。男朋友呢，1个月工资就2万多。每年2个人除了春节啊，只过情人节和生日。男朋友对自己其实也挺好的，虽然他现在没有多少钱，但是啊，他是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他的收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每年都在不断增加的。谈了2年了，男朋友确实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高级的奢侈品啊、礼物什么的，但是他俩都希望把钱呢攒一些啊，留着以后婚后用。他自己认为那些什么名牌包包呀、高端服装啊，穿在身上不过是给别人看看而已啊，那自己的生活自己才知道，那何必活得那么虚荣呢？再说了，他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其貌不扬的姑娘，所以他就想做一个安分的女人，找一个普通的男人，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可是啊，她的这2个闺蜜啊，这2年真的没少劝她啊，说你就别跟这个男人在一这儿吃苦了啊。大北京有的是混得好的男人，为什么不重新选择，找一个有钱的？干嘛那么努力攒钱呀？你这个男朋友这么穷，他根本就不配结婚，未来有你哭的时候。就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听他们劝的，那现在联系都变少了，所以他自己呢也开始怀疑啊，自己坚持的是不是错了，甚至他自己都开始有点动摇了。想一想北京的房价啊，以现在男友的实力，估计未来是不可能在北京立足的，所以他最近啊都有点抑郁了。可是我跟他说啊，你别听他们的，听他们的你就会跟他们一样，最后成为大龄剩女，做梦都在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他。最后呢，等到了人老珠黄，被人家男人挑来选去啊，被有钱的人玩弄身体和感情，到时候呢他们就会明白那句话，圈子不同不要强融，总想攀高枝儿，你咋不看看自己到底是野鸡还是凤凰啊？再说了，下回他们再这么劝你，你一定要给他怼回去。你说关你屁事啊，我老公我自己选的，我乐意，他是花你家钱了还是吃你家大米了？你不要给他们面子，你要相信啊，总有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啊，想看你笑话的人，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的。就如果你也被他们带节奏了啊，也跟着一起挑你老公的毛病，要不了几年啊，你就会发现啊，别人呢都好好的啊，就你本来该有的都没了，到那会儿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明白了吗？所以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当滥情都成了主流的时候，深情反而成了罪过。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最近呢，有一位家长问我啊，说他女儿33岁了啊，想找个男朋友，怎么这么难呢？我们先说一说她的条件啊，本科毕业，身高呢是1.65米，体重呢110斤，在北京做培训的工作，月收入呢1.5万，目前呢没房没车，到现在没有谈过几次恋爱。像这样的女生，家里边确实很着急。那她自己的压力呢也不小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年纪大了没有结婚，每一次过年回家呀，家里人都会催婚的，导致他们呢有时候过年过节回家，看到家里的长辈啊就会害怕。说实话，她这个女儿人还是不错的，可是呢她找男朋友的标准却有点高。家里呢2个月给她介绍了4个相亲对象，全部都凉凉了。前3个呢分别都死于啊身高不够高啊，或者呢是工作狂没有情趣了，要么呢就是工资还没有他高了。第4个呢她还挺满意的，不过呢她每一次跟人家聊天都很被动
说白点啊，他就是每次要等男方找他聊天，态度从来都是不主动也不热情，他生怕呀在男生面前掉价了，以至于1个月之后，男方不再找他聊天了。又过了10多天之后啊，他感觉不对劲儿了，就主动找这个男方聊天，结果男方跟他说呀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结果他就痛骂这个男生是个渣男啊，说有女朋友怎么还出来相亲啊，真不是个东西。现在啊，他的父母看着这种情况，问我该怎么办？为什么他女儿条件并没有那么差，找一个喜欢的人怎么那么难呢？我就告诉他一个真理啊，你知道吗？男生如果和女生进行对比的话，男生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家听得进去实话啊，从小就不会跟女生一样被家里啊无条件的宠着。他们觉得女儿的要求啊并不算高啊，差不多就行了，身高1.75米以上，干净且耐看就好啊。男生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月工资2万以上，最好本地呢有个房就行了，年纪小3岁到大5岁都可以接受。可是我说啊，你现在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你女儿她自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男生对伴侣的要求吗？他母亲说，我们是女生嘛，不一样，男生不都是向下兼容的吗？我说啊，其实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男生和女生在婚姻的选择权利上是相等的，你在挑选男生的同时，男生人家也在挑你啊，没有谁欠着你的。你女儿虽然她心烦啊，她其实不是找不到喜欢的人，而是她一直都在等那个方方面面都比自己优秀的男生还得来追求她。可能她以前交的男朋友是比较优秀，可是呢，那些优秀的人可能只是跟她谈恋爱，并不意味着要跟她结婚，这个是2回事儿啊。你想要人家爱你，娶你回家，那你总得让人家图你点什么，比如说，你的颜值很高，比如说你身材有道啊，比如说你情绪价值给的很好啊，或者再比如说你谈吐不凡，你很自律。你千万别整天啊说自己要求不高了，就是没有人追啊。我打个比方，假如说你的高考分数，清华北大你随便挑，但是你舍不得离开家呀，随便挑一个家门口的985上了，这个呢才叫将就。但是其实呢，你就是一个上大专的线，却到处说自己一直在等北大清华的招生办的电话，眼看着志愿申报要快截止了，你又来了一句，985啊我都不要求了，我就将就着上个211算了。你看我已经把条件降到这么多了，211应该主动来抢我了吧？这个呢不叫将就，这个就叫还没睡醒呢，还做着梦呢啊！太自信了，他其实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呢又不甘心。结果他父母说，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这个道理啊。我说啊，很多的女孩子，社会对她们的预期就是天真无邪，而且呢，从小到大，女孩哪怕她是有一点点高于男孩的成绩啊，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奖赏，所以她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真的不是1天2天才形成的。那除了真的关系好的人，或者是我们专业的人会告诉你，谁会告诉你你家的孩子并没有你心目中那么优秀啊？没有那么讨男人喜欢，更不会有人告诉你你家女儿长得不好看。谁吃饱了没事干去得罪人呢？对吗？最后呢，我很难说他们有没有听进去这些话。那就算是他的父母听进去了，那他的女儿要改变起来，恐怕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你们说是不是？为什么很多人相亲之后他谈恋爱进展就很不顺利成功率也不高？原因呢，往往就出在了交往初期，非常容易触礁。最近有一段认识都3个月了，现在已经呢濒临分手。女孩特别委屈来找我说，这个男生不懂她，自己是个女孩子嘛，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点小脾气，耍个小性子什么的。男孩呢不会说话，总惹她生气。以前还总是很快就来哄她了，送个礼物道个歉什么的。可是最近呢越来越冷淡了，吵完架了之后10来天都不找她。这一次呢，这个男生已经1个多月没联系女生了。于是呢，我就跟男生联系了一下结果男生说，这个姑娘太作了每次呢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一句话没说到她心里，她就要跟男生掰扯，一定要男生服软了她才罢休。要是吵几句嘴那不管谁对谁错一定得男生过来哄她才行，甚至呢必须买个礼物表示真诚的道歉。他们出去玩吃什么玩什么都得按照女生的喜好。吃饭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帮他拉凳子没有帮他选喜欢的菜没有帮他夹菜他都会生很久的气说这个男生不在乎他刚开始的时候，男生因为比较喜欢他嘛什么都愿意由着他惯着他。那这一次呢，是因为男生跟他表白了，希望他们做男女朋友。
结果这个女孩居然回答说还需要再考虑考虑啊。这次这个男生啊沉默了啊，于是1个多月了都没有联系这个女生了。哎，现在的女生啊就很纳闷啊，说男生为什么一生气他就不说话了呢？可是你让他说什么呀？他说了你听得进去吗？啊，你又不会改。他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呢，你又会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他要是真的跟你表明了态度的话，你又会嫌他不真诚，说他是在敷衍你。于是呢，人家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咽下这种委屈啊，然后呢还得一次又一次的去哄你。每一次哄好了你之后，他还得自己躲起来哄一哄自己。但是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谁都会很累的，问题又解决不了，情绪呢还不停的在堆积，那总会有被压垮的一天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变得沉默了，不爱说话了，也不来哄你了。他不是变了，也不是不爱了，更不是在跟你较劲，他只是感觉到一种切切实实的心累、无奈和失望啊。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用尽全力去压抑他自己的脾气和情绪，因为他不想吓到你，也不想自己失控的时候说那些难听的话来伤你们的感情。但是你不知道的，他每调整一次情绪，你们的关系就会淡一点。不被理解和尊重的每一次啊，他独自咽下失望和难过的瞬间，他都在往后退，直到推到不想退的那一天，你们的关系啊真的就散了。你明白吗？过了40岁的未婚女人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找对象了好吗？啊，我真的是怕了你们了啊，就没有一个啊，我感觉就没有一个正常点的。最近呢是有一个朋友啊，让我给他的一个远房表妹介绍个对象。我一听呢，都41岁了啊，那还怎么找啊？找年轻的你不配了，找条件好的那你更不配了，找个离异的呢，你可能还不甘心，找个年龄大的呢，你可能还嫌人家老。总之，过了40岁还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不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基本上你这辈子都结不了婚。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不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是因为啊，他们这一辈子都在找那个他根本配不上的人，所以才变成了大领导。你们认同吗？比如说他这个远房的表妹啊，身高1.6米不到，瘦瘦小小的，在一家国企里边做会计啊，长相很普通，人的性格呢也比较传统呆板。我当时看到他还以为啊他不挑啊，他只是因为没有渠道认识男性啊才单到现在的。结果并不是这样的啊，介绍的时候啊，我给他看的资料不下20个，条件好一点的他说自己配不上，条件差一点的呢，他说不想活得太累了，条件合适他的呢，他又要挑长相，没眼缘的他不想见，说这样他没感觉。后来终于联系上一位45岁左右的啊，在一家国企里边搞技术的男士。这位男士呢也是未婚的，就是个子不太高，长相呢确实不是他太能接受的那种。但是两个人还是见面了啊，当时说啊约在某个地方吃饭，男士呢还是挺绅士的啊，去接他下班，一起吃了饭。男士呢还开车呢把他送回去了，双方最初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可是啊，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女士就跑过来跟我说啊，哎呀不接触了啊，问他原因，他说居然是因为男士问他可不可以做女朋友，他说可以，刚刚答应了啊，男士就想亲他，他说完全不想让他碰一下，感觉还是受不了啊，喜欢不起来。他说自己啊也知道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但是啊将就着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还是太难受了，而且他说他不太习惯让别人碰他身体，他会特别紧张。我当时真的是就很想问他，你是不是有病啊？不过我没问啊，这还需要问吗？然后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离异的啊48岁的男士，长相身高和工作啊他都很满意，于是两个人呢又见面了。约会的当天两个人也是约到外边吃饭啊，结果两个人吃完饭又不欢而散了。我又问他为什么啊，他说这个男士摆架子啊，都没有开车去接他，感觉很不被尊重，男士有点高高在上。饭后呢这个男士也没有送他回家，他那个自尊心啊就开始强烈的跳动，坚决的不跟这个男人发展了。后来啊，我就问那个男士为什么都不送一下女士呢，让对方感觉到特别的被怠慢。男士说啊，当时是女士选的地方啊，就在他自己住的附近，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去接嘛，自己开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地点之后啊，人家那是一脸的不乐意啊，拉着个脸给谁看呀？我们还什么关系都不是好吗？我看他呀全程的不高兴，我哪还有心情送他回家呀？大家来说说，都40岁的人了啊，还有一颗少女心，这可咋整啊？
我发现啊，最近有好多的男生啊，他宁愿去花钱洗脚，他都不愿意谈恋爱，啊，说太费钱、太费劲，还太费时间。我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想谈，主要的是觉得现在的女生太难伺候了。啊，前几天有一个男生跟我说啊，相亲刚认识的姑娘啊，加了微信之后，要求从早到晚的聊天，啊，回复慢了啊，人家就不高兴，问是不是在跟其他的女生聊天啊。上下班不管多远的距离都得去接送他，约会呢就更不用说了，必须车接车送啊，简直就把自己当个司机。我花100-200块钱请他吃饭，他嫌我抠门啊，我给他发低于520的红包，他嫌我没诚意。因为我没有给他买贵的包包鞋子，他就说我是穷鬼，没钱还出来谈什么恋爱。要是哪句话说的不对，人家转脸就不理你了啊，还得去想办法哄啊，不哄啊，人家就说咱俩不合适啊，真是很头疼。现在是不是又进入了母系社会了？一切都得围着他们转。可是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到我自己的身上啊，不知道多爽呢。现在我也干脆啊看淡了。以前在校园里边的时候啊，还能想着追求一份纯粹的爱情。现在这些社会上的女孩啊，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现实，没啥意思。我现在都不再要求一个女生她能真正的爱我，她只要懂得尊重我，能够对我好就行了。能过到一起会过日子啊，不是那种成天的嘴里就喊着礼物喊着钱的女人，不就行了吗？啊，两个人啊能踏实的在一起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认识的女孩里边，具备这种能力的几乎都没有。娶个老婆要看一辈子啊，要在一起几十年，如果德性太差的话啊，真的是入不了心。所以我现在宁愿花钱去旅游，去享受服务啊，能看得到享受得到才是真的。我也不会失望，也不会痛苦，因为随时都有人做得比他更好嘛。我现在不强求非得一个人一直陪着我啊，我更想把我的精力呢用在挣钱和享受生活这件事上，把钱花在有结果的事情上，这样不挺好的吗？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